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发表您的观点，留言指教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4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理事长黄基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美以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超过5个礼拜了。但是呢，现在是不是陷入了让美国陷入一个打不赢又离不开的局面呢？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在这个礼拜其实最受到全球瞩目的，就是在4月1号他发表全国演说啊。原本外界是高度期待，想说这个伊朗战争大概是不是有什么时间要结束了？但川普却说呢，未来2到3周要加大打击。他说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也暗示呢，如果伊朗领袖不受这个协议的话呢，那么美国将会袭击伊朗的发电厂等能源设施。川普的全国演说啊，重点媒体也帮他们整理了一下，他不断强调了很多的战果，包括呢，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军跟空军，然后呢，重创了伊朗的弹道飞弹核计划，未来2到3周内将会加大攻势。可是呢，什么时候要结束？只是说任务接近完成，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 ending 啊。那另外呢，升级的风险呢，也说如果伊朗不接受谈判条件，可能会攻击，就刚刚讲说能源或者是石油设施。好，另外荷兹海峡的部分也没有特别的说明说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退出。种种的这样的言论呢，本来一开始在演说前呢，大家是高度期待，但是看完了演说，觉得好像说了就是说了。好，那么伊朗当然也没在怕，就是川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后呢，他们也最新宣布啊，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战机，目前已经知道是 F-15E。我们等一下要来特别讨论一下。在川普的最新发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只要再多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够轻松的让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掌控石油，并且大赚一笔。不过要加大打击，胜券在握，这样的姿态真的是如此吗？伊朗当局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 ，CNN 更是报道说，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评估都显示，伊朗目前仍然有1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而且保存了这个数千架的自杀式的攻击无人机。Time 时代杂志呢更报道说呢，时间正在一秒一秒的耗尽。川普担心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这会拖累到共和党进入到其中选举啊。对川普来讲，这个年底的选举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先请教黄老师啊，这个介正老师，从最近伊朗还在反击，刚才特别提到打下了一架 F-15E 啊，超过90波回击。你先评估一下伊朗现在的有生战力。F-15E 啊，是服役很久的 F-15这个英式战斗机中间最新的改良版。对，在过去几年是让美军决定不让它退役，让它升级的一个重大决定。那现役还有刚退役的很多美国空军将领都是 F-15E的这个战斗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在支撑上、政治上支撑上啊有这个力道。所以 F-15E 被击落，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刚刚升级的最先进的电战系统，或者是反 F-15E 对 F-15E 反辐射或反电侦的这个系统，为什么会如此啊？它虽然不是隐形战机，但是以它先进的电子的这种能量，照理由来讲，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及早的反应。对，如果预警能力受到灼伤，或者是说退步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2种因素，一个就是对方的发射的地方或侦测的角度地方是多重的啊，所以你有所疏漏。另外一个疏漏就是因为川普总统也讲，摧毁了伊朗的海军。而且几乎掌握所有空中力量。对，换一句话说，美国会不会在自己认为拥有全面空优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全面制空啊，所谓 command of the air
的情况之下，在战机的派遣或飞行的高度上面，战管比较放松了，觉得说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这至少证明一件事：伊朗现在还有打的能力哈，并不是毫无还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错。那当然，这个5个礼拜都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束哈。当然，美国先前强调说要打击伊朗的，尤其是他说他的战略目的，这次打击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威胁给全部挪除啊。但是目的都没达成，那接下来大家就想说，川普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台阶下呢？精神式的胜利法吗 ，Ross？目前很明显，川普不是做你刚刚说的什么胜利精神法，现在集结大军嘛，所以目前就继续打了，那看看伊朗会不会愿意谈条件啊？因为不能说伊朗是没有受训了，不管是军方、经济等等基础设施。都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那不然过去5个礼拜的美军跟伊军的空袭是没有任何影响，这也是不可能了。所以当然是对伊朗有很严重的影响跟后果了。所以我认为川普今天啊，那明天不知道，川普。他的想法，我们只能就今天做评论，对，因为他每一天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小时而已啊。对，今天这个钟头而已。对，但是好像目前他的想法是，那我继续打了，我伊朗已经给你机会了。给你机会谈条件，我没有说我要推翻你的政权，虽然口头讲，但是我个人认为，搞什么颜色革命或推翻政权不是川普的最重要的。你在节目当中曾经分析过哈，说你觉得还是会发动这个地面攻击，只是说它的规模是大或小哈。当然现在集结了大概就是有5万名的美军哈。看起来这个动作似乎是要有发动军事行动的前兆，不过是不是会打一波比较大的，然后呢就宣称达到了这个目的，已经胜利了，然后美国就抽手？地面的动作，我还是认为川普会尽量避免了。所以小型，比如说大家都有讨论过这个 Khark Island 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比如说占领首都，不可能。他有看过太多，不管是阿富汗、伊拉克的美国的经验，他是怕这个政治责任，所以他真的是不想，甚至不敢了。但是我认为，那为什么没有开始进行这个地面的动作？还是想给伊朗机会谈条件，而且我真的认为，不管怎么样，不管演说什么或其他的因素，美国战机被击落等等，对川普来说还是有2个重要目标。哪2个？那是核武跟远程导弹。那只要伊朗在这2方面谈条件，那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谈。那目前为止已经5个礼拜了，这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啊。我觉得这个是显示伊朗领袖耐打有多 stupid，不管是原来的或新上来的，真的很笨。他们一直伤害自己人，一直伤害自己国家。他们真的有机会跟其他的国家，包含美国，有正常关系、正常贸易来往等等，一直拒绝。我还是认为错是在他们的决定权是在他们的手上。OK， 战斗持续，但是除了伊朗有伤亡以外，美国也有战损哈。所以培波老师怎么看？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会不会真的发动一次比较有规模性的，然后象征性的胜利，然后呢正好有一个退场机制？您觉得？其实川普似乎有一些暗示啊，就是他在前天大家觉得就是一直在重复的那一些演讲里面。他说了，未来2-3周会有一个毁灭式的攻击，对啊，特别是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15点和平协议。好，那我们先假设伊朗就是不理这所谓的15点和平协议好了，那确实会像您刚刚讲的，有可能美国就进行一个更大规模的一次性的攻击，打完之后呢，他就说，我现在列的这些军事目标大部分都达到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伊朗到现在没有把他的这个核武的能量展现出来，所以就算伊朗有，而且美国没有把它移除掉，对，但是美国可以说有啊，因为没有人会知道，美国说有就有啊，对，因为没有人知道伊朗到底有没有被移除掉核武能力嘛。海空军确实，伊朗似乎只剩下一些非常老旧的飞机，说是一些小艇或者无人艇，就这样子了，也可以。然后政权更替，川普已经讲了，
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些一开始的第一代领导人都已经再见，现在都到第3代了，他们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所以政权也更替了。所以川普只要一次的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他确实可以说目标达到。你看，我们现在大致上都已经做到我们之前设定的，所以呢，伊朗他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话，他也不回应的话，那就达成目标了，就伊朗就无条件投降了啦。我说你无条件投降了啦，你就投降吧。对，然后美军就可以撤走。所以这个剧本确实是有的，因为如果川普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兵力摆在这边，最后走了，说好了，我们就不打了，我已经赢了，赢麻了。那这样子的话，似乎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所以或许最后还是有一波大规模的攻击。是，这不是精神式胜利法吗 ？OK， 好。但我要问的是说，因为美军向来引以为傲就是空袭行动，大规模的空袭啊，但是是不是这次也这么的奏效？因为 CNN 进一步的揭露说呢，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啊，之所以没有受到完全的重创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具备可以转入地下隐蔽的能力。还有呢，就是伊朗利用这个移动平台实施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让美国跟以色列啊要追踪这些发射装置非常的困难。还有看到这个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啊，法斯通讯社在3号有个最新报道，他们说呢，伊朗击落了第2架美军 F-35战机，但是 CBS 转述了五角大厦的官员他们的消息指出呢，确定是有战机被击落，但是并不是 F-35，而是 F-15英式战机升级的打击鹰啊，就是 F-15E， 我们刚刚一起提到的。好，外电呢，《华尔街日报》也说呢，确实证实了 F-15E 被击落。那伊朗的这个官方呢，那根据 AP 啊，美联社他们也说啊，伊朗现在也在找这个驾驶员，因为驾驶员弹跳出来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要找把这个驾驶员抓到。好，那黄老师啊，接着老师，空袭啊，现在也面临到必要的战损，这是在这一次 F-15E 又被打下来以后哈，大家看到的一个现象。F-15英式战机升级版遭到击落，对于美军的警讯，刚刚你也特别提到了 F-15E 的这个部分。这个警讯啊，不是这个一架飞机被击落的警讯，这个警讯是它 F-15E 升级版以后的电子干扰能力有没有办法应对来自各种不同波段的侦测，就是说它的反制系统或者是早期预警系统能不能够知道？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算是当做一个教科书吧。可能因为美国的全球就这个 F-15E 啊的这个升级版是蛮全面的，现在还有很多在服役，甚至台湾还有人讲说我们下一代战机可以想办法去争取。那现在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有一个类似典范移转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打掉了所有伊朗的防空能力，而他们在电子侦测的这种面向上面，可能是遍布很广。对，那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保持了一定的侦察能力，而且还可移动。对。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有外力帮忙，因为也许他自己要依靠其他的，不完全是地面战，有可能有卫星啊，或者是其他的低轨卫星或者是太空卫星，给予它的数据，让它能够去侦测。对，而且刚刚提到重点哈，有外力的协助哈，但这个外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呢？啊，当然现在除了这个战争持续进行啊，因为川普特别强调说未来2到3周要强打猛攻哈，但国际上还是有一股劝和的力量。我们要看的就是中国大陆哈，因为中国大陆外长王毅2号他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大臣费瑟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呢，伊朗战事延宕，冲击到海湾国家的安全稳定，中方相当关切。而荷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也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他说，只要战事不停，海峡难安。同一天，王毅也跟德国外长瓦德福通电话，他表示，中德2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尽快的推动平息战火，恢复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经济学人》呢，深入访谈了中国大陆的外交核心圈，就拼凑出了北京最近针对伊朗局势的潜台词。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时，千万不要打断他。所以现在犯错的是华盛顿呐，但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吗？又从这个机遇当中如何把握，去得到什么呢？大使，
其实这个《经济学人》这种讲法，好像这是大陆的学界的这种看法啊。这个好像把话塞在人家嘴巴里的样子。对啊，我是觉得，其实你说中国大陆这个会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啊，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可是中国大陆会不会因为这场战争啊，付出这个代价啊，也受到影响？那是确实的，而且正在加强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就变成就是说自己的想法硬要说是别人的想法，现在这些什么著名的这些媒体啊，西方媒体都很奇怪，都不具名。你说谁讲嘛？就没说，要不然就是说高层，因为美国也是高层。然后又各一群什么官员都是这样子，而且都是很知名的这些媒体，我觉得他们在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可信度啊，正在快速降低。那可是会不会有影响？可能会有些人受影响。不过我听到这个讲法，我觉得很可笑。对，为什么我说中国大陆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它也会要在外交上积极啊？因为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有50%的能源啊。进口能源是从这个荷姆斯海峡那边运出来的啊，是，对，你说没有影响，不可能的。虽然说有3艘船，中国大陆外交部这个说有3艘中国的船只已经从荷姆斯海峡运出来，3艘那要跟平常那比起来那差太远了。而且这场战争事实上的话，它现在不是朝着就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发展，它是直奔这个整个海湾地区，包括伊朗它的油田，它的炼油设施发展啊，那个东西现在是这个还没有进去正式开打，真的再往下一轮的话，如果无限度升高的话，伊朗的这个油田还有炼油设施会被受到攻击，那相反的，伊朗一定去打这个反击这些海湾地区，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可能要付出代价是越来越高。那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那还有更不要说，还有这些欧洲的很多大国啊，还有呢，更不要讲日本、韩国，大家都是在一艘船上。那当然，以论影响力来讲，中国大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然后呢，跟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冲突跟纠纷，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在外交上，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的原因。中国大陆一向是用这些外交的手腕、交涉的方式来解决国与国之间无法避免的这种矛盾的，所以都没有像美国一样，就是说最后都兵戎相见。所以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你看这个德国，你要看王毅是应邀啊，回电话、接电话，是应邀，德国找中国大陆，那所以现在找中国大陆的国家很多，对中国大陆本身，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在这里面有它的这个筹码在里面。没错。所以呢，这个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可能会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但至少由此可见啊，就中国大陆在欧洲，还有包括特别最近德国之声也有一个分析啊，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因为伊朗的关系，这个也虚有恐急啊，但赶快的出面能够有办法来做调停的话，劝和，赶快的谈，让这个事情赶快落幕的话，对于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呢的增加也是有所注意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